大家好，欢迎来到慧言专享的老吴教你炒美股周末漫谈。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有交易的时间，节奏都相对来说比较快，所以说一周一周过得都非常快。很高兴又到周日，跟会员朋友们一起来做更多的一个缠论的一个分析或者一个分享，以及我的个人经验的一些分享。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个缠论第30课，缠中说缠理论的绝对性。那么在这一课的话，我只是截取了一些它原文中的几段话，我在重读原文的时候会有更多更深的一些理解，或者说跟当下的现在这种情况一些结合，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个人想把原文通读一下的话，可以找一下原文自己再读一下。我们看一下我截取的这几段。交易中，你唯一需要明确的就是，无论市场价格是否完全反映信息，你都必须以市场的价格交易，而你的交易将构成市场价格。对于交易来说，除了价格一无所有，这一切和市场价格是否反映所有信息毫无关系，因为所有价格都是当下的。如果当下的信息没有被市场反映，那它就是没有被市场当下反映的信息。至于会不会被另一个时间的价格反映是另外的事情。看了禅师在第30课，其实他这些文章都是在06年、07年时候写的，即使是06年、07年时候写的文字，拿到现在来的话，跟现在的这个现在当下的市场啊，你跟这个现在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这个板块这个泡沫，不论是对英伟达也好，还是对整体这个 AI 这个板块的讨论都非常多，对吧？现在讨论最多的就是是不是估值有泡沫，是不是价格高估了，对吧？那么禅师这段话已经完美的解释，给出你的完美的一个解释。在交易中，我们唯一要明确的就是市场无论价格是否完全反映，你都必须要以当下的市场价格交易。比如说英伟达现在应该是800多那个美元一股。那么你说英伟达这个股价高估了，有泡沫，你说它应该只值700块钱，甚至是600、500，然后你想你现在周一你要以市场500块钱进场交易，600块钱进市场交易，700块钱进场交易，你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卖给你？你看看有没有人愿意以不是800多这个价格，就是周五收盘的那个价格卖给你，对不对？所以说，无论你是怎么来评估英伟达，或者说评估整个AI 板块的，只要你当下想进场，不论你是一个小韭菜、小散户还是巴菲特，你都必须要以当下的这个市场交易。所以说，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这个市场有没有泡沫，不是关注这个板块有没有泡沫，而是要做什么呢？而是要关注的就是当下的这个价格，我们能不能够在市场的这个所谓的震荡也好，或者说市场波动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持仓成本降下来。我们唯一要关注其实就是这个价格，而不是说这个市场有没有泡沫，有没有那个高估。如果说在市场有泡沫、有高估的时候，你都不能够把钱赚到，你还期待着那个市场崩盘的时候赚到钱吗？你难道市场在那个单边往下走的时候，你去更容易赚钱吗？难道不是市场有泡沫，在估值高的时候容易赚钱吗？对不对？很多人有点本末倒置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禅师这段话给出了对现在讨论那个这个泡沫与否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注解。所有企图解释交易动机、行为的理论都是没有交易价值的。我看好多的这个一些博主也好，还有一些那个评论的那个电视上那些，今天问，哎，今天涨了，为什么涨啊？明天跌了，为什么跌啊？天天在讨论这个市场的交易动机啊，或者说行为，这些都是你拿出来在电视上可能说吹吹牛，或者说大家聊一聊天的话，哎也可以，但是呢，在市场中的话，没有任何交易价值。不管人类的交易有什么理由，只要交易就产生价格，就有价格的轨迹，这就足够了。站在纯交易的角度，唯一值得数学化探讨的就是这个轨迹。
其他的研究都是误区，对交易毫无意义。所以说呀，我们要关注的这个是市场的这个价格，比如说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股价，那么你要关注的就是这个价格的一个轨迹，对吧？只有这个价格的这个波动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比如说英伟达这个股票，那么它从比如说500涨到800，那么它在这个上涨过程中，如果说它这个上涨并没有给你带来这个应有的这个利润的话，那么这就是你的危险。你要关注的不是这个股价背后的这个交易为什么从500涨到700，不是你要关注的，而是说它在上涨过程中的这个交易轨迹有没有给你带来应有的这个利润，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所以说针对交易的话，你要把你的重点放在这个股价上，而不是放在这个交易动机、交易行为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正确的，那个是不是有估值泡沫的，对吧？一定要关注重点放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清晰。而本 ID 的理论最终比的是人本身，就像乾坤大挪移的第8重肯定打不过第9重，但任何非乾坤大挪移的肯定打不过第8重一样。有一种武功是高出其他功而上的，因为起点就已经大大超越了，其他那些起点就错了，又怎么能比？显然不可能所有人都相信本 ID 的理论，因此那些不用本 ID 理论的人就成了本 ID 吸血的对象。现实中这种对象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我们看一下他最后这句话，最终比的是人本身。那么人本身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每个人其实都有个人的理解，对吧？那么在现实中以及在交易中，那么你是要把这个人本身结合起来呢，还是说有分离开，还是说有一些那个重合的地方？那就是个人的一个体会，一个个人的经验了。那么至于我在之前解盘的时候很多提过，最近一段时间有提过，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五好青年。所谓什么是五好青年呢？就是我们在我把我之前的那个笔记我看我找一下，就是好行业、好公司、好管理、好价格、好心态，对吧？那么这前3好的话是好行业、好公司、好管理，这个是一旦你选定从基本面选择股票之后的话，这3项我们是很难去改变它的。我们后2项的话是好价格和好心态。那么好价格的话，就是利用缠论的这条理论，我们能够进场的时候，当然最好的就是那个拐点那个位置，比如说它从下跌变成上涨的时候，那就转折那个地方，拐折的那个地方肯定是最理想的一个价格。就是我们需要学的，在技术上的话，纯技术的话，肯定就是想抓到那个拐点，或者说尽可能靠近那个拐点，对吧？这就是好价格。那么什么是好心态呢？其实这个好心态说白了就是指的这个最终的这个人本身了。我个人理解。所以说禅师在这里也说了，他最终比的是人本身。你一旦是好行业、好公司、好管理、好价格，你比如说你跟另外一个人这4好都是一样的，那么你俩最终怎么比那个谁的那个最终获利谁更多或者说更好呢？那么就是其实就比一个好心态，对吧？比如说你虽然说一个很好的价格进了，打个比方，你在一个股票它在上涨过程中，你在这里进了，然后呢另外一个人他是在这个位置进的，你们进的价格差不多，对吧？因为都是基本上从这个他如果说前面是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都是基本上非常贴近这个最终拐点的位置。但是呢他的心态可能就没有你好，他上去了下来在这个位置全部都卖掉了。但是呢因为你是抱着一个很长期投资的一个心态，然后你在这个位置卖掉一些那个机动仓，然后回来之后又补回来，然后利用这种市场的这个震荡，或者是市场的这种每天的这种波动，把你的那个成本越降越低，那么你的心态也越来越好。因为市场的这个上涨给你带来了足够的利润，那么起码能够保证你不亏钱，然后最终达到一个零成本或者甚至是负成本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即使市场跌到0，你都是不亏钱的，那么你的心态是不可能差的。所以说在你前几个像好行业、好公司、好管理、好价格都一样的情况下，那么最终比的就是你的一个心态了。所以说我们每次或者说你会听很多人在讲，在
炒股其实就是在修行，修什么？到底你要修什么，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其实要修的就是这个心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一个每天面对这个市场波动的时候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呢？你亏钱的时候，你的心态能好吗？对不对？你可以回想一下，你面对某一只股票，你是亏钱的状态，你面对它，以及你是一个赚钱的状态，面对一只股票或者面对一个走势时候，每天的一个状态，你回忆一下，是亏的时候状态好呢，是心态好，还是赚的时候一个心态更好、更轻松的一个状态？肯定是赚钱的时候哈，不可能是说你是一个受虐的，你现在这个股票它跌的惨了，你套里面套了好多了，然后每天面对它的时候，你还是乐呵呵的，非常高兴的，不可能吧？或者不大可能吧？所以说，这个好心态呀，一定是我们要在市场里长期修炼的一项。在五好青年里面的话，这最后一项可能是更重要的。好的，那么的话，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第30课的其中3段，它这里面其实文章里面有很多其他项的。那么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再通读一下原文。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每个周末要做的这些，我们首先要来看一下这个下一周哪些比较重要的跟经济数据相关的。最重要当然就是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了，对吧？在周3 20号有这个下午2点有利率决议，然后2点半有这个大记者会。最重要就是大记者会上看一下这个联储主席对他们6月份这个降息呀，看看有没有更多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披露。这是市场中市场现在基本上都预期6月份会开始降息，因为它再往后拖的话，就是要到11月份就到了美国大选了，他肯定不想拖得那么后，对吧？你拖到9月份，再往后拖的话，就有点助选的嫌疑了，就对他们来说是很不愿意的。所以说6月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如果说他想开始降息的话。那么还有周4的这些跟就业相关的，我们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要分析的这些标的，肯定是先要分析这个标普指数了，对吧？那么分析完标普指数的话，因为没有其他会员朋友们，就起码在我做视频的时候是没有的，那我们就分析一些我认为现在市场上动能比较强的，或者说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品种。首先来看一下指数，看一下它的大周期。标普指数的话，先看一下月线。我把我的这个画图软件调出来。好的，那么这是它的这个月线周期，因为本月只过了2周，那么就看剩下2周的话，这个月线能收成什么样。但是呢，月线想出现任何转折的话，它需要有月线的顶分型，对吧？那需要等到下一个月了，也就等到5月份。对不起啊，等到4月份。所以说只有4月份，如果说出现一个跌破3月份这个最低点的话，才有可能出现一个顶分型。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的转折都必须要有顶分型，任何的大转折，如果说从底部想转折的话，就要有底分型。所以说，在没有出现顶分型之前的话，这个月线大周期是没有任何需要担忧的地方。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3491到5189这段的内部结构。看一下它的内部是不是够充分、够饱满，是不是往上能够继续冲一冲，还是说内部已经很饱满了，需要掉头了，对吧？有没有掉头的这种倾向？我们需要分析更小的周期，去尽早的发现这些变化。因为走势的生长是从小周期慢慢生长到大周期的。你看大周期的时候，虽然说是好处是能够过滤掉很多噪音，但是呢，你不能够很及时的发现一些苗头。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大周期就类似一个 GPS， 对吧？那么你去找方向，看它的大周期的方向是什么样，然后我们要顺着大势做，顺大逆小。所谓这个顺大就是顺大势，逆小势呢就是看它的小周期。如果说大势是上涨的话，那么小周期是回调的，你肯定就是买回调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结合大周期和小周期的一个原因。那么大周期月线上没有任何顶分型迹象之前的话，你是不需要担忧这个小周期有调整是非常正常的。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从这个起涨点3491非常清晰的一个结构，这是一个进入段，有一个中枢，然后一个离开段，然后我们也比较过这个进入段和离开段的一个力度，我们再次比较一下。好的，那么我们能够发现现在已经突破了等比例的位置了，
快到 1.618 了，也就是5242。那么到了突破了等比例的这个4807之后呢，意味着这个离开段这段跟这个进入段没有背驰，没有背驰意味着它的这个就可以继续上冲嘛，就可以再次冲到下一个潜在的一个压力位，就是5242这个位置。那么的话，我们需要结合两个周期，不单单要看周线这个周期，还要看它这个更小周期，就是这个本周期的次级别，也就是日线上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饱满，是不是充分，跟我们刚才在月线上的一个分析是一样的。好的，那么在周线上的话，我们看把这个 K 线这个画线如果去掉的话，看能不能有清晰一些。那么在周线上这些，因为刚过去的这周和上一周这个 K 线有包含关系，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话，它是不够顶分型的，所以说想要再次出现顶分型的话，那么需要再等一周，因为这两个 K 线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话，那么这个低点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价格，也就是本周刚刚过去的这个最低点5091.14，就是包含处理之后得到的一个 K 线。那么也就是说，下周只要跌破5091.14的话，意味着周线的顶分型就出现了，晓得了吧？那么如果说周线顶分型出现之后，我们要关注它在之后的几周的一个延续度。如果说能够延续出回跌一笔的话，那么意味着这个周线上就会出现一个潜在的一个300，因为针对这个中枢的话，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回踩，一个回撤。如果出现回撤的话，还是一个300，还可以做多，然后进场。然后如果真的出现这个回踩的话，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它这个潜在的回踩位置，就是从这个起涨点4103。那么看一下它能够回到这些黄金分割的哪些位置。我们也多次说过，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啊，不是什么魔法数字，他说一定要到 0.382， 或者说一定到 0.5， 一定到 0.118， 而是说它到了这些不同的位置，甚至不到这些位置，甚至跌破这些位置，给到我们的就是一个强弱分析。我们利用这些到了这些位置之后的一个力度分析来帮助我们分析现在是多头强还是空头强，对吧？如果说你是做多的话，你肯定要站在多头强那一方了。如果说你做空的，你肯定是站在空头强的那方了，你不可能是反着做，对吧？只有比如说你是做多的话，只有这个市场继续向上涨，向上延续，你才能赚钱，而不是说它现在那个你是做多的，现在它掉头了，你赚钱，那不对，对吧？所以说我们赚的是延续的钱，而不是说赚的那个是它反向的钱，所以说这是需要明确的。那么它如果说出现回撤踩到0.5以上，都是一个多头强的一个状态，那么可以大胆的进场做它的一个周线的一个300。但是如果说到了 0.618 了，甚至是跌破 0.618， 那你就要如果说你是主要是做多的话，那你就要进入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它完全是可以比如说踩到 0.618， 然后一个很弱的一个反弹，比如说连这个前期的 0.5 的位置到不了的话，那就直接可以掉头走反向了，意味着这个5189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顶部了，那么它就可以走反向。所以说到不同的位置只是辅助判断一个多空强弱的，这是在这个周线上。我们现在再继续看一下，利用显微镜的一个办法，利用区间套再次降低周期，看一下4103到5189。那么从4103到5189的话，它的内部结构我们也看一下，在这个起涨点4103，然后是一个123段，对吧？那么这个123段的话也是一样，出现这个3段或者3笔之后，我们就比较过它的力度，再次做一下比较，看一下，复习一下。现在是在 0.618 的这个位置，那么等比例是在5371，那么它现在是已经出现了一个顶分型了，这里再次出现顶分型，然后只是在 0.618 这个位置，所以说它是有背驰的这个潜在的要回踩了，对吧？然后再看它这个 MACD 已经有点要掉头的迹象，那么下一周就是关注这个顶分型形成之后，能不能给到一个我们有效的一个回踩，然后你也可以从这个4682测一个反向，看看能不能够踩到5000附近，甚至是4935，因为5000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关口，看看能不能够踩一脚5000。都是一个非常浅的一个回踩，其实，那么如果碰不到4793的话，还可以往上走，也就是一个1、2、3、4、5浪的一个上涨。
对吧？现在就是看它什么时候给你这个四浪一个回踩。我们看一下从4682到5189这段的一个内部结构，因为看一下它的内部是不是够饱满、够充分。其实我们每天做的就是这些东西。看一下1小时上，再次加大我们的这个显微镜的一个度数。那么从4682到5189的话，这段的结构在1小时上，因为日线的次级别就是1小时，这是我们每天在做解盘分析的。对它结构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从这个起涨点，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现在就是在围绕第二个中枢震荡。那么在第二个中枢，只要第二个中枢没有出现三买或三卖之前的话，它都是延续一个中枢震荡。就针对这个中枢，你要判断什么时候不围绕它一个做震荡，就是出现三买或三卖。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它是一个1、2、3、4、5、6、7第7笔，除非是比如说上去了一个回踩不进入，那么再次拉升，这是一个三买，或者说是什么呢？或者说是这个直接继续往下走，然后一个反弹不回到这个中枢，然后往下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三卖。所以说在没有出现这两种情况之前的话，它都是一个围绕这个中枢震荡的一个判断，一个震荡。那么中枢震荡的策略就是中枢上方减仓，中枢下方加仓，或者说中枢内部。它因为中枢震荡的时候，你是不知道它是在中枢的哪个位置的，它可以只要它的高低点回到这个中枢里面，那它就是围绕这个中枢震荡，对吧？你是不知道它在高能冲多高，它即使冲得非常高，它只要不出现这个三买给你确认的话，它还是有可能会微转给你拉回来，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那个高低点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测的。那么怎么能够抓到这种拐点的位置呢？那你就只能去它更小的周期，去这段的内部，对吧？去这段上涨的内部，或者前面这段上涨的内部去看它更小的周期，你需要看1分钟、5分钟、15分钟、30分钟，你需要看更小的周期去分析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够饱满、够充分。分析方法都是一样的，在每一个周期方法都是一样。我在1小时上我分析也是，它是不是有进入段，是不是有中枢，是不是有2个中枢，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才能说它这个结构已经非常饱满了，随时可以出现一个转折。这就是在我们每个周期都是用的同样的方法，我们看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不是说因为这个是1小时我们就看的就不一样，就是我们教的是方法，你只要学会了这个方法，那么交易起来的话，你的分析是一样的。就是不论是分析标普指数，还是分析那个英伟达、特斯拉呀，还是任何的其他的标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不要觉得那个分析这个是这样分析，分析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方法，不是的，是一个方法通用的。那么针对这个标普指数的话，就是那么下周因为这个有这个利率决议的一个，那么这里周五的话还踩到了，你看非常基础，踩到了这个120小时均线上。那么现在这个反弹呢，现在不够比，看它什么时候给到一笔反弹，如果力度弱了的话，那还要再被拉回来，对吧？但是因为它现在是一个1、2、3、4、5、6、7第7笔，然后下周再给一次反弹第8笔，如果说因为利率决议这个原因给拉回来的话，就是第9笔了。第9笔就变成什么了？第9笔就出现变化了，意味着这个中枢的级别变大了，因为9之后它就升级了，升级之后的话，这个级别是比前面这个中枢的级别大的，意味着前面所有的都变成了进入段。那么从这个第9笔之后，它可以再往上走，离开这个中枢，这就是9笔升级之后的一个变化。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那我们刚才用的是同级别分解，所谓同级别分解就是这个中枢进行扩张，那么这个前3笔构成中枢之后，它就往后延伸，比如说后面这些都是围绕中枢震荡，对吧？那么还有一种分析方法呢，就是用非同级别分解。那么非同级别分解的话，就是你要看结合本周期和它上一个周期的一个变化。那么如果说从这个5189断开的话，我们这里断开，先假设它现在我们用的是非同级别分解。那么如果从5189断开的话，那么意味着左侧是一个趋势上，所谓趋势上的话，就是有2中枢，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有第2个中枢，对吧？这是一个趋势上。从5189断开，它要走反向的话，意味着这是一个进入段，一次反弹，然后下周再给一次反弹，这样相当于2次反弹之后，你也可以在这里去，如果说可以画一个趋势线的话，也就是说这是第2次反弹的位置。从这里的话，它可以再次下跌，意味着这次下跌的话就会要跌破这个5091。所以说5091这个位置啊，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说是关键呢？因为只有跌破5091之后，
日线上才能够回踩成比，晓得了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结合1小时和日线，因为在日线上只有跌破5091之后，日线才能回踩成比。那么我们再回日线看一眼，5091在哪儿呢？看到没有？5091是这个当天3月11号这个最低点是5091。按照缠论理论的话，它只有跌破5091之后，日线才回踩成一笔。那么日线这个回踩的话，还只是第4浪或者第4笔的一个回踩，因为起涨点在这儿呢，在4103，所以说是一个1、2、3、4。那么4的话，如果说一个很弱回踩的话，那么我们还期待是有一个5的。所以说为什么要跌破5091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再来到1小时上，那么它要跌破5091的话，我们看有2种方式。为什么说有2种方式呢？就是说下周如果说先给一笔反弹的话是没有问题的，那就相当于有2次反弹了，对吧？那么你可以这样画一个趋势线，它如果说能往上冲一冲，比如说冲到这个趋势线这个位置再往下走，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还有一种坏的情况就是直接下周，因为现在这个反弹是不够比的，从5104这笔首先反弹是不够比，它是下周可以完全是一个低开低走，先去跌破5091，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是5179下跌的一个延续，也就是说这笔下跌没有结束，它先去跌破5091，那么这样的话它就直接满足一个3笔的一个情形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构成了日线上的一笔回踩。我们也可以现在就测一下潜在的一个有没有什么等比例的位置。好的，你看，那么等比例在哪儿呢？5081是这个下跌的等比例的位置，也就是说从5189这个下跌的话是一个1、2、3，如果说3笔的话，到5081的话是一个等比例。如果说到了这个位置又跌破了5091，那么又构成了它日线上的一笔回踩，也就是说1小时上是3笔，但是在日线上的话就是1笔，这就是一个递归了，这就是缠论的递归。那么到了5091附近，如果能够得到支撑，又有一个底分型，那么这里就有希望给你再一次来一个反弹。这种反弹的话，因为你是没有办法测它是一个强反还是一个弱反，比如说直接给你拉升，因为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日线上的那个第4浪回踩了嘛，这是我们刚才用日线上分析。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位置直接给你非常一个强势走第5笔，就是日线的第5笔或第5浪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它如果说是要以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比如说这样先到等比例的位置5081没有问题，然后呢它再给你来一笔，然后以这种方式有一个趋势线，然后再往下走，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把这个1小时这个中枢啊，1小时这个结构做得更饱满一些。所谓更饱满，就是说它的结构更充分一些，就是进入段也有，然后这个中枢的组件也有，然后中枢的离开段也有，就是说每一个构件都有。因为这个缠论的模型是这样，这是一个趋势下，然后还有一个只带一个中枢的是一个盘整下，甚至只是一个3笔，对吧？它这个缠论的模型，它依次就是比如说这是结构比如说是一个123的3种结构都可以，这都是走势类型。只1、2、3它的结构越简单，意味着它的这个动能越强，就是说结构如果说比如说是3这种，说明这个下跌的动能啊稍微弱一些。如果说同样的空间的话，我们说的是同样空间，比如说同样的空间，1就用3笔就到了，那么2的话是用一个带一个中枢的一个盘整下，那么第3个的话也是同样的空间，但是它用了2个中枢，然后又带一个3脉才结束整个的一个空间，说明3的动能是最弱的。所以说结构越简单，说明它的动能越强。那么至于它这段，打个比方，我们刚才分析完这个1、2、3种的话，那么讲这段它以哪种方式完成呢？它是以1还是2还是3来完成这个日线的这笔回踩呢？没有人知道。在当下这个情况的话，没有人知道它以某种形式知道。我们只能是分类，我们只能是现在在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做分类了。它是出现是1、2、3，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分类，因为缠论它那个股票市场最好的就是它的变化少，只有3种情况，要么就是下跌，要么就是上涨，要么就是横盘，对吧？只有3种情况，我们可以利用缠论把每一种情况利用我们的不测而测完全分类的方法，把每一种变化的边界条件都找到。那么在这个1小时上的话，5081就是一个边界条件，到了5081出现了那个日的
底分型，那么底分型又变成了另外一个边界条件，对吧？我们每一个变化都是有边界条件的，我们不是毫无目的的在这儿等待，我们是有目的的等待的，每一个变化都有一个明确的信号。所以说，他想从下跌转成上涨的话，必须要给到一个底分型，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任何一个转折，你看，可以看前面，我们可以看前面，任何一笔转折都需要给到一个底分型。你能找到任何一个图形上，它的任何一个转折没有底分型或者没有顶分型吗？没有的，任何一个转折都必须要给到。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边界条件了。我们不是漫无目的的等待，我们是有非常明确的技术信号的。所以这就是缠论牛的地方。好的，那么的话，我们继续看，这是在这个1小时上。那我们刚才用这种已经分析过了。那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结构。首先，这个月线上是没有顶分型，我们需要出现顶分型的话，需要再有一周，也就是4月份，如果说跌破3月份的低点，才能出现这个月线的顶分型。在没有出现顶分型之前的话，我们是不需要太多过度担忧的，也就是看一下本月呀，这个月 K 线是收一个什么状态，对吧？周线上有一个周线的中枢，进入段和离开段我们刚才比较过了，是没有背驰的。那么因为这段是形成了一个包含关系，所以说我们是需要关注下一周能不能够给到一个顶分型。如果出现顶分型的话，我们就看一下再下之后的几周能不能给到一次回踩。给到回踩不能够进入到这个中枢的话，有这些关键的位置，那么还是一个300，对吧？这就是周线上。我们再继续看日线。日线从这个起涨点4103到5189的话，它在周线上是一笔，那么这个第3笔和第1笔比较的话，明显是弱的。那么现在就看又是在一个 0.618 的一个位置，看它能不能给到一笔回踩。那么这个回踩很弱的话，还可以再上去走第5段。那么以一个1、2、3、4、5的一个浪形模式结束周线上的向上一笔，也就是说周线上向上的一笔啊，你现在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即使说日线上给到一笔回踩，如果说回踩不够深的话，还只是一个第4笔或者第4浪的一个回踩。那么再看从4682到5189的这段，就是说我们需要利用这个区间套这个方法，逐步的降低你的周期，能够找到那个越接近那个拐点越好，对吧？之所以我们只是分析到1小时的话，因为再往下就太细了，那个的话需要个人去花时间花功夫去分析，但是分析方法是一样的呀。我在从月线上一直分析到1小时上，你可以从1小时上分析到30分钟、15分钟、5分钟、1分钟，分析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对吧？你就是逐步降低你的周期，找到它最终要变化那一段就完了。所以说在1小时上的话，就是它现在已经有第2个中枢了。我把这个图形刚才拽过去了，就是说在1小时上，这是第1个中枢，现在是第2个中枢。针对第2个中枢的话，没有出现300或3脉，所以说它现在就是一个还是围绕第2个中枢进行中枢震荡。那么我们刚才分析的2种情况，2种分析方法，一种是同级别分解，一种是非同级别分解。同级别分解是以中枢为中心，那么就是看它是不是要围绕这个中枢震荡，能不能震出9段来。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以非同级别分解，那就是以5189作为一个分界点，左侧是一个趋势上，现在就看它的右侧能不能够演变出来，是在这里直接给到一个中枢往下走，还是说在这里直接跌破5091，然后一个1、2、3给到一个等比例，然后再给次反弹往下走，还是说这里能够直接出现一个微转，对吧？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是先跌破5091的话，那你就要关注了，那么是不是有等比例的位置可以给到我们去进场做多？好的，这是针对指数。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是又重复又复习了一遍。我们看一下现在市场动能比较强的，先看一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因为在周末它也是可以交易的。那么比特币现在是日线的话，也看一下它大周期吧，先复习一下。大周期下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月线的一个大中枢，然后它从这个69000跌到这个15000，给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月线大300啊。月线大300之后又一个微转，直接又突破了前高，现在最高点是这个73835，就是在这个 TradingView 上这个平台是73835，可能每一个平台交易的话，它的这个价格可能细微上有一些差别，但是大体上是没有大区别的。那么最高点就是现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从15000涨到这个78000，它的这个结构非常清晰，一个周线的中枢，一个进入段，一个离开段，离开段走的非常牛，对吧？
但是呢，因为我在有一期的那个视频中跟大家分析过，就这一段的回踩啊，它虽然说严格定义的话是不满足一笔的，因为它是有 K 线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话是不满足笔的定义的，但是可以当成一个强3买来处理。所以说当成一个强3买的话，意味着是针对这个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那么按照这种分析，我们来看一下从24900到这个最高点的日线上，也就是这个位置24900。那么它这里是其实是如果说按照我刚才那个分析的话，它是这一段是画到这个位置，然后这是第2笔回踩，然后这是第3笔，因为在缠论里面是有多异性的，对吧？我也跟大家之前讲过，什么是多异性，就是变换不变性，就是说这个缠论这个结构，这个走出来这个结构呢，你可以按照这个结合律，在结合力不违背结合律的前提下，你可以任意组合，你可以是第1笔画到这里，你也可以第1笔画到这里，然后这是第2笔回踩，然后这是第3笔，也没有问题的。这就是其实是说你在没有违背结合律的前提条件下，你可以任意组合这个组件。那么组合就为什么要做这种不同的组合呢？为的是目的就是为了你更好的分析它之后的这段走势。因为如果说单纯从这个2491做分析的话，那么它这里是有一个中枢，这里是有第2个中枢，然后它就是离开段了，对吧？那么相当于有2中枢一个趋势上，它完全很快就被结束了。这是用那个同级别分解。但是我们如果用非同级别分解的话，那么意味着我从这里到这里是一段，然后再次回踩38000是第2段回踩的话，那么这才是第3段呢。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分析重点就变了，就是变成了从38501分析，而不是说以24900这个作为起涨点了。发现没有？起涨点是出现变化的，所以说我们分析重点现在在这里，因为它现在结构是非常简单的。这段的结构就是38501上来之后，它只有3笔。那么这3笔的话，我们也比较过一个力度，然后它的等比例的位置是在64902，然后现在已经到了 1.618 了。那么在当天出现这个顶到 1.618 附近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说了，我给大家解盘时候就说过了，因为我手里是有 ETF 的，所以说我是不着急它往上涨的，它一天涨10万块才好呢，对吧？你往上涨我是不怕你的。那么回来的话，我是找位置进它的做回踩的，所以说现在又从这个起涨点，我们把这个价格也标出来，这样的话大家听起来也不会那么难受，说我在说哪里，对吧？也就是这个位置50513这个位置50513到这里什么时候给到一笔回踩？是到64926啊，还是62174？这整数的话就是65000或者是63000，甚至是6万。到这些位置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第4笔的一个回踩，还可以有5。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在等待的就是一个有效的一笔回踩。什么时候给到我有效的一笔回踩，我才会再加仓的。因为长期来看的话，是针对它是肯定是看做多的，有回踩做多的，不是说去那个涨也我也怕，跌也怕，那就没有办法交易了，对吧？那么这是针对比特币。我们再看这个特斯拉，因为最近特斯拉这个可能是让大家跌的是比较难受的，然后尤其对一直看好它的朋友，可能是心理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整体看一下，因为我之前是一直在做这个跟踪特斯拉，为什么停止了呢？就是因为马斯克争夺控制权那个事儿。因为有一次他也不是主动说的，好像是一个就在那个 Twitter 上有人问他说出来他对这个控制权非常不满意，好像没有到30%，觉得他那个控制权没有在30%的话，没有办法让他做出更多让特斯拉继续成长，比如说什么AI 方面的，还有什么自动驾驶啊，还有很多的方面他没有办法全心的投入进去，就说了那么一堆牢骚也好，还是怎样也好，就针对这个控制权的事儿。所以说，因为这个的一个不确定性啊，这个对特斯拉的这个公司也好，或者对它的股价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说，因为这个的原因，我就停止对它进行跟踪了。那么手里底仓还是有一点的，所以说，只要它这个控制权的事儿一旦尘埃落定之后，那么肯定还是会继续利用现在这个各种周期来去这个跟踪它。但是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现在这个图形。那么在周线上，下面这是月线，
月线上这里有一个大中枢，然后这里是已经出现了月线上有3次回踩了，但是呢，它这次回踩啊，这个月线上这个还是杀的比较狠的。我们看现在本月现在跌了多少？本月已经跌了18.98%呀，说明跌的还是比较惨的。那么即使是这样的话，月线上的话还没有底分型，对吧？月线上想要跌出来的话，那就是下一个月能不能再次跌破这个160.5，然后再下一个月，也就是4月份再出一个新低，然后5月份才有可能出现那个底分型，或者说呢是出现一个包含关系，也就是说4月份跟3月份这个 K 线出现包含，然后5月份给到一个高点，这样的话以这种方式也可以，对吧？所以说就看它在月线上怎么演变了。不管怎么说，月线上都没有底分型，没有底分型的时候，你想转折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有朋友问这个特斯拉要跌到哪儿，没有人能够告诉你跌到哪儿的，它能够跌到哪里，它能够走到哪里，只有市场的合力才知道。那么谁能去那个去问一下市场合力，看有没有答案？那的话，如果那样的话，那市场合力如果有答案的话，他可能会告诉你市场那个，但是我不是啊，对吧？我是不知道市场走哪里，我也没有办法预测，这是牵扯到预测的。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如果说你要说是非要从这个图形上找一些位置，可能是120月均线100附近，刚好也是前期这个低点附近。如果说砸到这里的话，也是有可能的呀，对吧？没有人知道能够走到哪里的，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去预测，我们只需要根据当下的市场走势，它没有底分型就是没有底分型，对吧？不需要争辩什么时候到哪里，它没有出现底分型的话，之前就是不会出现转折的。好的，那么的话，这是在月线上，我们再看一下从299.29到这个160这段的内部结构，它的内部够不够饱满，够不够充分，能不能够在4月份或者说5月份给到我们一些转折的一些更多信息。如果说它的内部不够充分的话，这段内部如果不够不充分的话，那么意味着它还可以继续往下走。所谓是否够充分，就是看它的内部结构，它的内部结构有没有进入段，有没有中枢，有没有离开段，就是这些组件这些构件都有没有，对吧？这就是说它够不够充分。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我们看一下，这是起跌点299这个位置，有一个中枢了，有进入段，有离开段，哎，这个中枢结构还是比较饱满的，对吧？我们也可以跟这个前面这段从414下来这段，看从414下来也是一样，进入段、离开段带中枢，对吧？也是非常饱满。但是针对这个的话，它是有过一个次3脉的，看到没有？出现一个3脉，然后给到一个3脉转2买之后，才出现了一个转势，出现了这段上涨。所以说针对这个的话，我们还没有出现一个针对这个中枢，针对这个周线中枢的话，还没有出现一个3脉的情况，一直没有出现一个有效的回调，是一笔的反弹。这里这个价格在175.01的时候是出现过1、2、3、4周的一个反弹，但是不够比呀。我们要的是5周才可以，所以说它这个反弹是不够比的。那么它又出现了一个下跌，那么又再次往下走。那么它现在已经跌破了这个等比例的位置了，在周线上这个等比例在178.2，这个等比例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针对这个周线的这个中枢进入段、离开段，那么意味着这个离开段比进入段的力度大，也就是说跌破了等比例了嘛。那么意味着它没有背驰，然后你看这个 MACD。张口张的还是非常大，然后虽然说最近2周啊，这个柱子的这个长度又开始伸长了，那么它没有明显的背驰迹象啊，所以说周线上想出现转折的话，那么周线上要给到底分型的，跟我们刚才在月线上分析的是一样的，那就看下一周是一个包含的一根 K 线，还是说是再给你打一个小低点，然后再下一周才有可能出现底分型。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对特斯拉的话，不能着急，不能够很急的进场去补，尤其现在这个它是这种阴跌，类似一种下降走势的这种情形的时候，类似一个通道情形的时候啊，一定是其实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把你的周期提高，不要看太小的周期，你不要去看1小时啊什么30分钟啊，太小了那个周期，因为那个周期信号的话，比如说你去看1小时上的话，可能是有信号，它是有让你进场的，但是它那个反弹，因为它弱呀。你看它这是出现过底分型，出现了反弹，然后又下来了。所以说你如果说按照1小时进场的话，就很容易被套在里面，也会让你的仓位越加越大。就这种下跌的时候，很容易让你的仓位越套越深，你知道吧？
所以说它有可能甚至去这个1.618这个位置，也就是124。那么你这样加的话，那你这哪有这个头啊，对吧？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是分批进，但是分批进也不是说没有原则的进，而是说出现底分型以后才进。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进一点1/3没有问题的，对吧？所以说你再次进场的话，你还要再次等待一个底分型才能够再次加。你可以分3次嘛，对吧？现在出现底分型之后，这才是第一次出现底分型，这里才是第一次在下跌过程中出现底分型，这里可以加一次没有问题的。虽然说被套了，但是我们长期是看好它的嘛。如果说再次出现底分型，然后可以再加第2次，因为你不知道它会不会再次出现，尤其这个周期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针对特斯拉的话，你的周期不能太小，一定是最起码要日线或者说是那个周线。我们再看一下265到这个160这段的一个内部结构。好的，那么它的内部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3浪或3笔的一个状态，这个是265，这是123，对吧？那么你也能够看到这个虽然说这个张口张的也还是挺大，但是还没有那个跌到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就是这个低点对应的这个快慢线的位置和这个低点对应的快慢线的位置它是有背驰的，但是问题是它现在这个张口张的有点大，说明这段的动能还是很强的，就是从205下来的这段动能很强，意味着它的内部不够饱满，它的内部不够充分的话，那么意味着它可以继续向下延伸。但是呢，因为它现在是价格，就现在这个价格163附近的这个价格比前期的这个价格低，然后呢 MACD 对应的这个位置并没有前面低，这是有背驰的，然后这个柱子的面积也没有前面大，长度也没有前面长，对吧？这都是有背驰迹象。但是你想要转折的话，它的内部要够饱满，也就是从205下来的这段的内部要够饱满。现在之所以继续往下走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内部不够饱满。那么现在在日线上的话，我们再看它这段的一个结构，在周五的话，这两根 K 线是形成了包含关系的，所以说下周啊，如果说能够给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底分型，出现这么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就有希望这里给到一次反弹了。那么再次有反弹的时候，我们就去关注一下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低点，哪里呢？就是这里175，我把这个最低点也标一下。也就是说，从160.5这个反弹，如果下周给到一次反弹，你就要关注能不能够碰到175。碰不到175的话，还是一个1、2、3、4的反弹，然后还得有5。那么有5之后，可能是才能够更充分调整更充分一些，那么让它这个股价可能要再次的夯实一下这个底部这个位置。那么你在这个位置进的出现一个弱反的时候，要减掉，要把你这个位置加的要减掉，因为你目的是为了这里减掉之后，目的是在下面再加回来。如果是上去你要不减的话，下来你是没有办法再加的。如果说上面不减，你下面又再加，相当于仓位是越来越大的。那么这样的话，你会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状态。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里了，周末愉快，再见。